各位师兄姐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观看本频道。今天主题是允直觉中，我们先来听一小段主题曲。在古老的树叶中写下智慧的轨迹，家里穿越四次启迪着心灵的发展，也是儿子继承传承儒家之精粹，上颂的儒香。相传尧帝在将地位让给舜时，将允直觉中4个字传授给舜，作为修心之法，而舜在传位给禹时，又在这4字上加上了12个字，最终成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中所在的16个字：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易，允直觉中。这也是中华文化经典中最早关于心法的记载，亦是儒学精髓。那么这4大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连乾隆都亲自题写这4大字，成为了故宫中和殿匾额呢？出自于尚书虞书大禹谟的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易，允直觉中，主要被翻译为人心微怠而不安，道心隐微而难明，唯有精诚一意，信守中正之道。这16个字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16字心传。宋代程颐认为人心思欲故微怠，道心天理故精微，灭思欲则天理明，以2程颐书卷24。朱熹说道心欲人心，只是一个心之觉从耳目之欲上去，便是人心；知觉从义理及仁义理智上去，便是道心。诸子语类卷78。道心是天理，是天命之性；人心是天理与人欲相杂的气质之性，有善有恶，勿要革谨人欲，复谨天理。诸子语类卷13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里讲的道心也是人心。光看这16字所蕴含的中庸思想，这里的中可分为不同的层面：行为层面、观念层面、心法层面、升华层面。人心介于行为与观念层面，道心处于观念与心法层面。允直觉中的意涵就是中正不偏不倚，无过与不及。而朱熹的革谨人欲，复谨天理本身就是在走极端化，用一种道心的天理强制的去灭尽人心，好像高层次的理可以偏离中和之道的去强位，这是对中庸的精髓没有理解到位的表现。传说舜在传递位给禹的时候，正是以这16字告诫禹关于治世之道的心传。倘若治世的心法没有根，岂不成了无源之水？所以世间治理之根源还需要高层的理治矣。可是高层的理又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悟到或用于世间的，属于人心义理之道，心尚且隐微难明，何况是外高层的真道？人若没有真诚求道得法的向上升华的心，道或法的大门也不会为其敞开。离开了不同层次之理的指引，人间的理论或学说就会迷失方向，进而误入歧途或极端。朱熹致力于诠释中庸之道，可是他的理论却恰恰偏离了中正之道，这就是历史的教训。朱熹的诠释之所以偏离中正，是因为他的基点关乎世间的目标，也就是他的理论的向量方向是向下的，而非向上，不是为了升华到世外更高层次的目标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更何况是朝住截然不同的相反状态。像佛法可以佛光普照，让世间变得幸福美好，但佛法却不是为了世间的某个目标而存在。不同层面的中正之理，也只有在人类向上升华的过程中才能悟到。从根本上说，人的一思一念都存在入佛或入魔，即佛性或魔性的方向性抉择。走这每一步就是一条充实自己的佛性之路。在古老的树叶中写下智慧的轨迹，家里穿越4字启迪着心灵的发展，也
在中华文化之梦幻。人心为味道，心为味味，味精为底蕴，质朴种种，中庸之道，儒学精髓，心灵修炼，追求内在的平衡。正特说人心为泰，道心因为难明，曰思予则天理，明以道心即天命之心。主体论道心与人心，直觉从一上去，可尽人语，复尽天理。人心为味道，心为味味，味精为底蕴，质朴种种，中庸之道，儒学精髓，心灵修炼，追求内在的平衡。六朝之间，历经千年，16字心传，传承中国文化的智慧，在生命之路上坚持忠正之道，灵智颇中，求得心灵的和谐。人心为味道，心为味味，味精为底蕴，质朴种种，中庸之道，儒学精髓，心灵修炼，追求内在的平衡。六朝之间，历经千年，16字心传，传承中国文化的智慧，在生命之路上坚持忠正之道，灵智颇中，求得心灵的和谐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